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从新北市来的R107的350 SL 它的缸压测试这个是个 V8 引擎，所以我们总共会有8缸压等待测试。那标准的缸压应该在10到12之间不能低于8.5公斤我们来看看，经过这部车是1979年的车子，到现在已经有42、3岁了。我们来看看这部车子它的引擎的状况，到底积碳严不严重？有没有气缸漏气的问题 ？OK，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1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我们看到它第1缸的缸压是在10公斤，这是非常标准的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2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这缸的缸压也非常标准，大概在10.5左右跟厂方要求的一模一样，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3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3缸的缸压也在10.5左右跟厂方要求的一模一样并没有积碳的现象。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4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这缸的缸压就稍微偏高了，大概在11左右。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5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这1缸的缸压也很标准，大概在11公斤左右显然它这缸也是没有积碳的现象。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6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6缸的缸压是10.5这个也是符合厂方要求，表示第6缸也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6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6缸的缸压也大概在10.5左右相当标准，代表这缸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最后我们要进行的是第8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8缸的缸压也在10.5左右完全符合标准，几乎没有积碳的现象经由这次的测试，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部R107的350 SL其实应该叫 C107， 因为它是硬顶的。C107的350 SL 1979年到现在有42、3年了，但是我们从它的缸压测试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它的缸压就是厂方要求的10到12公斤之间，而且它完全8缸都没有积碳。如果严格要讲起来的话，也就是说它的气缸的状况是非常好的它完全没有漏气的现象。那从外观本体我来看下来也没有严重的漏油，
那除了第4缸哦，我们从火星塞上面看到第4缸的火星塞应该有吃机油的现象。不过这个引擎已经40几年了。那这老兵的这个引擎其实有时候让人很惊讶，已经40几年了，它缸压还这么好，而且也没有漏油的现象。除了我刚刚讲的第4缸的火星塞，我看下来，就是那一缸啊，那最后一缸的火星塞，因为它这是1、2、3、4、5、6、7、8缸，那第4缸的火星塞，我看起来它有吃机油的现象。那这个可能我们还在留意，至于说是不是需要因为这样去拆引擎，可能是气门油封漏油吧，也许了哈。但是我觉得老车能够不要动它就尽量不要动它，你一动它一拆装就有密封的问题，而且可能没拆没事，越拆越有事。那我们只要留意第4缸的火星塞，它的应该叫机油的状态，因为它如果油垢卡太多，它就点火不良了。OK， 那今天大哥的科目就做到这边，那我们期待下一回的它的引擎回装因为大哥已经把这引擎装上去了，那它的分油盘的测试状况我们你就回头去找这颗分油盘的测试状况原来是供油量不足，而且有高低整修过之后呢，这已经供油量恢复到厂方的要求我们期待这个引擎的这个分油盘在引擎上面的测试。好，拜拜喽。